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学了很多灵性书籍，看过无数显化法则的影片，心里明白应该要怎么做，甚至知道理论背后的道理，但现实生活却几乎没有改变。这不是你能力不足，也不是你不够努力，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你只是知道，却没有真正行动。早在500年前，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就已经提出过同样的观察。他在《传习录》中提醒我们：知而不行，只是不知。这句话的意思很直接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什么是对的，你就一定会开始行动，并且没有任何的犹豫。如果你还停留在空想和理解的层次，那你其实并没有真正懂。换句话说，光有内在明白或信念，并不等于人生会自动改变。真正的力量来自你把内在理解落实到生活中，化为选择与行动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要从王阳明的心学出发，探讨一个问题：他的智慧如何提醒我们，显化现实的真正关键不是只靠想象，而是行动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会一步步拆解心学的核心理念，跨文明的行动观，以及如何把内在改变落地，影响现实，实际发挥显化的真正力量。那么，什么是王阳明的心学呢？简单来说，心学强调心就是理，也就是说，宇宙的道理、真理并不是远在天边，而是可以在我们的心中体验到。每个人都具备致良知的能力，也就是内心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换句话说，真理不必外求，心中自有光明。王阳明认为，只要我们觉察自己的内心，理解自己真正知道的对与错，就能找到生活与行动的方向。然而，这里有一个容易误解的地方。很多人以为，既然心中有理，那只要理解或感受就足够了。但王阳明非常明确地指出，知识或内在明白本身并不足以改变现实。他最重要的观念，不是单纯告诉我们世界在心里或心即里，而是要强调知行合一。换句话说，内心的明白必须化为行动。如果你只是体会到心中有理，却没有付诸实践，那你对这个真理的理解仍然是不完整的。所以，今天这集的核心重点是，我们不是在讨论哲学或抽象心理概念，而是要从心学的知行合一，连接到现代显化法则与你的生活行动。下一段，我们将深入剖析知行合一如何成为改变现实的关键，并开始把它与我常提的显化模型做对照，让理论真正落地。在中国哲学里，谈到知行合一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观点。他认为，真正的指导从来不是停留在头脑里的理解，只要你真的知道了，你的行为一定会改变。换句话说，真知一定会流向行动。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懂了很多道理，但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改变，面对关系时还是同样的反应，面对恐惧时还是同样的退缩，面对选择时还是同样的犹豫，那么在哲学上，这其实不叫知，这只叫做知道这个概念存在。所以王阳明才会强调，修行不是想通，而是活出来。真正的修行不是在书本里，而是在每天的生活里。他用一个非常实际的词来形容，世上磨练。意思是，你不是在安静处静坐的时候才算修行，而是在被挑战的时候，被情绪触动的时候，在做选择的那一刻，你怎么回应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翻成一句更现代也更直接的话：如果你的选择没有变，你的内在其实也还没有真正的改变。这句话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帮我们
分辨你现在的转变，到底只是理解，还是已经进入改变。很多人会以为，只要看了很多书，听了很多课，理解很多道理，自己就已经在成长。但王阳明真正在提醒的是，真正的成长，不是你知道了什么，而是你开始做出不同的选择，并且毫不犹豫的去行动。当你开始不再用旧方式回应冲突，开始不再用旧习惯逃避恐惧，开始愿意承担新的行动，那才代表你的内在结构真的改变了。而这个观点其实不只是中国哲学这么说，就连4000多年前的印度典籍也早已说过这个知行合一的重要。接下来带你了解中国思想家如何跨越时空与文明，共同阐述知行合一。如果把视角拉开，你会发现内在必然外化为行动这件事，并不只出现在王阳明的心学里。在印度最重要的灵性经典之一《保加梵歌》中，也讲到几乎相同的核心观点。保加梵歌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提醒，人其实无法不行动，就算你什么都不做，那也是一种选择。就算你选择等待，等待本身也在改变你的生命方向。所以在这部经典里，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我要不要行动，而是我要从什么状态行动。如果行动来自恐惧，那行动会强化恐惧；如果行动来自执着，那行动会加深束缚。但如果行动来自清明、稳定与更深层的自我一致，那行动就会成为一种修行，甚至成为改变命运的入口。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跨文明对照。王阳明心学说，知行合一，真知一定会走向行动。印度史诗《保加梵歌》说，不可不行，生命本身就是行动的流动。现代心理学与人生观点则说，选择会改变人生轨迹。三种语言其实在指向同一件事，行动就是内在与现实之间的接口。你的理解只有在行动里才会变成现实，你的信念只有透过选择才会改写人生，你的内在状态只有在面对世界时才会真正被验证。所以灵性从来不是逃避行动，真正的灵性是让你的行动开始不同，不是更忙，而是更一致；不是更冲动，而是更清楚；不是胡乱做决定，而是一时清明的选择。而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回头看，你会发现，这其实就是显化真正发生的方式。如果把今天整集的重点用最实际的方式整理成一个顺序，其实可以很简单。第一，内在状态改变，你开始看见新的可能性，理解不同的价值，你的感受、信念、注意力开始转向不同的方向。第二，共识性开始浮现，你会遇见不同的人，看到不同的资讯，原本没注意到的机会开始进入你的视野。第三，你开始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你回复讯息的方式变了，你愿意尝试的事情变了，你愿意走的路也开始不同。第四，现实开始重新排列。以上这些顺序也是我常提过的显化模型。注意，真正改变现实的不是你在心里想了什么，而是你开始走上不同的路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，显化不是向宇宙下订单，然后就可以什么都不做，等待宇宙把你要的人生送来。如果理解停在这里，人就会误以为只要相信，只要想象，只要感觉很好，就可以什么都不做。但真正的内在觉醒一定会改变你的选择，而只有当选择改变并伴随行动，人生的轨迹才会改变。换句话说，内在的觉醒只有透过行动才会变成现实。这一点其实早在几百年前，王阳明就已经说得很直接。
它不是要我们理解更多道理，而是要我们确认一件事。如果你真的懂了，那么你必定会行动，你的生活必定会开始不一样。如果你的选择没有变，那理解很可能还停留在概念。所以今天这一整集，无论我们谈心学、谈保加梵歌，还是谈显化模型，最后都只指向同一个结论：真正的理解一定会让你开始行动，而你的人生从来不是被你理解了什么道理而改变的，而是被你开始怎么做而改变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